就在前不久，侍女长不顾卡伊娜的命令，强行将几名女仆安排进公主府，更是将她最讨厌的鱼端上了餐桌。一向温柔的卡伊娜第一次爆发了强大的威压，几名侍女瞬间被吓走。卡伊娜心想，既然侍女长敢触碰她的底线，她就要让对方彻底毁灭。正好她得知贝拉暴露了，于是赶来为他们解围。她告诉厨师长，是自己安排贝拉过来调查的。接着还质问厨师长，是他让侍女端来的烤鱼吗？厨师长一听立马甩锅，说这些都是女仆长安排的，和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卡伊娜听后让人把女仆长叫来，同时她还要好好参观下中央厨房。根据上一世的记忆，卡伊娜知道厨师长一直在贪污，他会在账本上记录购买整矿食材，但实际上会在下层铺满石头，他好借机中饱私囊。而且这背后的操控者就是海因里希，他不仅要获得卡伊娜的情报，还要让厨师长收买女仆长，这样可以趁机监控雷杰普。谁知卡伊娜检查食材后却发现证据都被厨师长转移了，但他并不着急，因为好戏很快才会上演。很快食材供货商来了，厨师长心里暗道这下完了，每筐蔬菜下面都是石头，他赶忙让手下将商人赶走。谁知卡伊娜却说没关系，商人长途跋涉运送蔬菜太辛苦，他正好亲自接见对方表示感谢。很快卡伊娜见到了商人，他直接让对方拿收据给他看，谁知商人早就和厨师长串好口供，有人问起收据，他们就会说彼此信任，从不开收据。卡伊娜听后忍不住哈哈大笑，她的笑声让周围人都惊呆了，厨师长更是吓得冷汗直流。他质问厨师长，是把他当3岁小孩了吗？一直以来他努力保持着理性和宽容，结果让这些人蹬鼻子上脸了。别忘了卡伊娜一直都是个恶女，这点可是从来没改变的。随后他直接叫来了侍卫，将厨师长五花大绑起来，并让他们直接将蔬菜倒出来，果然发现里面都是石头。厨师长还想解释，但卡伊娜根本不听，他立刻下令将所有和厨师长有牵连的人关进监狱，务必要好好的审问。一旁的女仆长担心自己受牵连，立刻公开向卡伊娜提出反对意见。她自以为可以吓住卡伊娜，谁知卡伊娜的一句话让她瞬间吓得跪倒在地。他是帝国最帅气的皇子，不仅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有个非常爱他的姐姐，可是他却是个十足的变态，他不允许任何人得到姐姐，要让姐姐永远只属于他一个人。之前卡伊娜经过劝说，让雷杰普改变了政治策略，要对凯特琳母子进行保护，还要保举凯特琳成为哈尔梅伯爵的养女。一旁的军师听到后直接懵了，他极力阻止雷杰普，警告他，如果凯特琳成为伯爵的养女后，下一步就会成为皇后，而他的儿子就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每次雷杰普听到正统继承人后，就会变得非常暴躁，谁让他只是皇帝的私生子，这就像个精神枷锁，每天都折磨得他痛苦不堪。他一把将手中的书怒砸在军师的脸上，并将这家伙赶出大门，咆哮着表示他一定会继承皇位的，因为他还有皇姐卡伊娜的支持呢。待军师走后，雷杰普突然想到，当初他问过卡伊娜到底想要什么，卡伊娜表示自己想要自由，可即便这一点简单的要求，雷杰普也绝对不会答应。他立刻吩咐手下将卡伊娜的画像分发到全国各地，哪怕是大街小巷的乞丐，都要保证他们能认出卡伊娜。安排好这些后，他满意的笑了，心想自己会永远的控制着卡伊娜，哪怕他离开人世，也要将他的灵魂禁锢在身边。但雷杰普做梦也没想到，卡伊娜的动作也很快。手下告诉他，卡伊娜正在惩治宫中各部门违法人员，就连雷杰普安插的厨师长和女仆长都被卡伊娜给撤职查办了。雷杰普瞬间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难道卡伊娜是在铲除他的势力？不仅如此，卡伊娜受到皇帝的准许，要将乳母科洛召回，这样一来，科洛一定会接替女仆长的位置，那雷杰普想要接近卡伊娜就会更加的困难。于是他立刻派出杀手将科诺灭口，这样一来就能消除隐患了。另一边，卡伊娜今天又精心挑选了2位女仆，一个是自恋到爆棚的茱莉亚，她是雷杰普军师杰诺的妹妹，另一位是高冷孤傲的苏珊。她们2个性格迥异，势同水火，尤其是那个茱莉亚，简直是个超级大花痴。她愿意来当侍女，居然是为了来首都钓帅哥，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基德雷公爵给推倒。看到这2个问题儿童，贝拉整个人都快裂开了，她甚至都怀疑公主是不是哪根筋搭错了，才会找这2个奇葩来当侍女。可没想到，他们见到卡伊娜，茱莉亚瞬间被公主的美貌所征服，她自以为是帝国的顶级美女，可是看到如同天使般的卡伊娜后，瞬间感觉自己是个草根。这个女人有多大胆，居然敢当众顶撞帝国的公主，还指责公主不会做事。可是她这次惹错了人。卡伊娜看着侍女长戴着的华贵首饰，冷笑着嘲讽道，你还真是很愚蠢呐，居然带着叛贼的东西，准备好怎么死了吗？侍女长瞬间惊恐万分，她做梦都没想到，就因为自己的一时贪心，居然将侵略帝国的马德雷娜王室的耳环戴在了自己的耳朵上。还没等她做出反应，卡伊娜嘲讽到，小小的叛贼还敢在皇宫里明目张胆的溜达，立刻逮捕造反之人。侍女长惶恐不安的辩解道，自己不是叛贼，她一直对帝国忠心耿耿。公主冷冷的表示，既然她说自己冤枉的话，那就将女仆长和她的家族一起逮捕，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冤屈。就这样，卡伊娜不费吹灰之力，一举铲除了厨师长和女仆长2个绊脚石，
这样在皇宫里他就能放开手脚行动了。在回到公主府后，贝拉两人立刻跪下请求他的责罚。今天都怪他们莽撞行事，差点让厨师长抓到把柄。卡伊娜听后淡淡的说，他们的观察力的确不错，但今天做事确实太莽撞了。卡伊娜毕竟是他们的女主人，有什么行动第一时间也要告诉她。最重要的是，卡伊娜不想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说罢，她还给了二人大大的拥抱，这可把他们感动坏了。贝拉甚至还给感动哭了。随后卡伊娜询问贝拉，皇帝对卡伊娜的处理方式如何评价。贝拉告诉卡伊娜，皇帝只是让贝拉好好辅佐卡伊娜。这话让贝拉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卡伊娜听后倒颇为开心。他此举不仅抓到了坏人，还守护了国家的财产。皇帝那话是支持他的行动，这样就不用担心贵族的不满。但如何应对雷杰普的刁难，他要好好想想对策。不过更让他担心的就是隐藏在女仆长背后的人。从女仆长的大量罪证来看，一直默默操控他的人就是太上皇的私生子海因里希。虽然铲除了厨师长和女仆长，但海因里希肯定在皇宫里，还安排了很多其他的卧底。一想到海因里希阴狠的样子，卡伊娜就免不了头疼起来。可是让卡伊娜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自己精心挑选的女仆居然是基德雷的密探。趁着月色，他秘密见了基德雷。原本基德雷是为了以防万一才在公主府安插眼线的，没想到卡伊娜动作越来越大，他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关乎卡伊娜的密报。密探将最近发生的事告诉了基德雷。即便今天卡伊娜处决了厨师长这些事，在基德雷眼中也不过是普通的小事。可是当基德雷再次听说卡伊娜还在想着将他和奥利维亚撮合在一起时，基德雷突然暴怒地要求住手，尽快安排基德雷和卡伊娜偶遇的机会。谁能想到，帝国最聪明的公主居然选择了帝国最大的花瓶女孩成为自己的贴身侍女。难道公主疯了要放弃治疗了？茱莉亚二人在贝拉的带领下前来向卡伊娜请安。这是二人第一次见到公主。苏珊脸上没有丝毫的波澜，可是普信女茱莉亚直接惊了。她自诩为帝国第一美人，可是见到卡伊娜的绝世容颜后直接跪了。卡伊娜知道梅文斯家族最近很忙，感谢茱莉亚能过来当侍女。茱莉亚听后很是尴尬，她可是家族的小公举，脏活累活都让那些哥哥去干了。随后卡伊娜又和苏珊打了招呼，她希望苏珊的父亲能来参加自己的成人礼。可是面对公主的盛情邀请，苏珊依旧摆着扑克脸，表示自己会写信告诉父亲。随后卡伊娜告诉他们，今天就先休息一天，熟悉下王宫里的情况，之后会有普通侍女告诉他们在公主府所负责的工作。从公主的房间出来后，茱莉亚感到无比的失望。她原本以为自己来到皇宫是穿着漂亮的礼服去参加各种宴会认识帅哥的，可是刚来第一天，这梦想就破灭了。不仅被公主的颜值深深打击，还真要去伺候公主。就在她崩溃的时候，一名宫女突然出现。她先是对茱莉亚吹了一波彩虹屁，随即开始讲解茱莉亚的职责。她今后要负责管理公主的膳食和茶点，甚至连吃什么药也要操心。这下茱莉亚更绝望了。她可是个十足的傻白甜，连胡萝卜和黄瓜都区分不清，确定不会让卡伊娜吃坏肚子吗？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同样是贴身的高等侍女，贝拉他们就能负责珠宝和礼服。茱莉亚为啥就这么命？她弱弱地询问宫女，如果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宫女让她立刻打消这荒唐的想法，让茱莉亚进宫当侍女。可是公主直接下达的命令，想要退出或者调换岗位，也得公主本人同意才行。一想到这里，茱莉亚瞬间吓得瑟瑟发抖。宫女还想向她解释，这可是最重要的岗位。可此时的茱莉亚早就吓得魂魄离体，根本听不进宫女的任何话了。